在解放军环岛军演进行时，美军航母企图接近台海，但却遭到了山东舰坚决驱离。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这两天根据多方的开源情报消息，终于得知了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被解放军山东号航母驱离的全过程。今天就带大家复盘下来势汹汹的美国核航母打击群是怎样被解放军驱离的。解放军山东舰编队在本次环岛军演开始前就已经前出至台岛东部地区进行活动。山东舰编队由山东号航母领衔，一艘 052D 大驱，2艘 054A 护卫舰护航，一艘万吨级901补给舰全程负责舰队后勤工作，可谓阵容强大。而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也从东部海域逼近山东号航母。到4月8号，解放军宣布举行联合利剑演习时，美军航母距离山东舰最近只有200海里，360千米。而解放军在4月8号当天进行了全方位的环台海陆空模拟打击演习。既然美军航母前来挑衅，那么这么好的陪练机会，解放军自然不会放过。其中火箭军和空军着重演练了反航母战术，将美军航母当作标靶，现场教学了一番。空军出动多批次轰 6K、轰 6G 轰炸机，挂载射程超过400千米的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在空中多个预定的发射阵位对美航母进行模拟饱和打击演练。火箭军也没有闲着，官媒报道称，火箭军部队闻令而动，采取周边快反、设伏快打、监视打击等战法，对美军航母进行火力追瞄，并且进行饱和式反航母打击。虽然官媒没有提到模拟打击美航母的导弹型号，但是明眼人都知道，目前火箭军只有 DF-21、DF-26 和东风17这3款导弹能够进行反航母打击。其中东风26作为超远程反舰弹道导弹，自然不会被解放军拿出来用在台海，因此最有可能被解放军火箭军当作反航母打击的主要手段就是东风17和东风21D 导弹了。这2种导弹加上轰 6K、轰 6G 轰炸机的饱和打击，足以让美航母彻底留在台海东部了。当然，加入模拟打击驱离美航母行列的还有山东号航母的舰载航空兵。据了解，山东号航母在4月8号到9号进行了打击台岛关键目标和驱离美航母的模拟演练。山东舰高强度起降舰载机次数超过80次。台委防务部门也表示，解放军出动了4架歼15战机，美航母擅闯台海遭山东舰驱离。央视也在4月10号公布了山东舰歼15的舰载机的演训画面。只见歼15战机机腹下挂载了携带了2发 PL8 近距空空导弹、2发 PL12 中距空空导弹，标准的对空配置，针对美军航母舰载机不言而喻。在解放军一系列组合拳出击后，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便迅速向后跑路撤离。根据其航迹，从4月8号解放军宣布举行军演并进行反航母联合打击演练当天，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便从台岛东部海域转向后撤离。截止到现在，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撤离至冲绳以东海域，2天时间撤离540公里，有意与山东号航母脱离接触。可以说，解放军的航母在解放台岛期间肯定是沿着台岛东部海域部署的，主要是进行区域拒止任务。航母前出可以让舰载航空兵封锁美日域外势力从台岛以东干涉台海局势的可能，这也是此次解放军环岛演练的重要科目之一。毕竟若无法在台岛建立有效防御，战时美日可能会趁着这个机会钻空子，如向台岛运输武器装备补给，甚至是直接派人上岛协助作战。若美日要干涉台海，那么势必就要面对解放军在台东部署的2至3个航母战斗群。航母背后还有反舰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整个解放军的防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军缺乏实质性干涉台海战局走向的能力，
而解放军则可以凭借强大的侦察体系，引导海陆空打击体系对美海上力量进行精确的饱和打击。所以说，在军演中，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还是知道自身处境的。前出台海一线自然是解放军训练的靶子。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美方挑拨台海局势就不占理，别再靠近山东舰激起什么误会，万一爆发冲突，美军航母自然是吃不了兜着走的。